嗨，我是 Angel， 今天要來聊一個很實際的問題：花1000萬去留學，到底學了什麼鬼？我知道很多人都很羨慕留學生，覺得我們每天都在國外爽爽過。但老實說，看到我 IG 的人可能會想，這家伙是去玩的吧？怎麼天天都在吃喝玩樂？好，今天就來打破這個迷思。我要告訴你，這1000萬到底買到了什麼？除了這張文憑，還有一堆痛苦的記憶之外。沒錯，就是痛苦的記憶。故事要從2018年說起。那時候的我，高中理科還不錯，就天真的選了電腦工程。重點是我他媽完全沒有 coding 的經驗，對，零。就像你從來沒摸過籃球，然後呢直接報名 NBA 選秀一樣的概念。第一學期選的課看起來很正常，微積分、化學、程式設計入門，聽起來是很基礎。結果化學第一次的期中考，全班平均50分。我的那個中國教授用最傳統的東方教學方式，就是要把你考到懷疑人生的那一種，嚇到一堆美國同學直接崩潰。隔天看 Rate My Professor， 直接加了很多批評的評價。教授後來可能也覺得太 over 了，趕快加一個帶回家的考試來補救。但這只是開始而已。如果你問我波士頓大學哪一門最恐怖，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 EC307 電路課。這個課根本就是噩夢製造機。考試的規則是什麼？不能用計算機，不能帶小抄，然後題目呢，要你手算那種看起來很詭異的1階、2階微分方程，什麼放大器電路之類的鬼東西。我記得考試的時候，整個教室只聽得到筆在紙上摩擦的聲音，還有偶爾有人深呼吸，想要冷靜下來的聲音。我們還要做實驗，自己焊接真實的電路板。然後有一次我接了2個小時，結果開機測試什麼反應都沒有，我當場就想把那個電路板砸爛。那學期我真的有想過，我到底為什麼花這麼多錢來受虐？但你知道嗎？就在我最痛苦的時候，有一門課改變了我的想法。EK210 工程設計。這門課的 final project 是設計一個產品，要能實際運作的那一種。我們組決定做一個疫苗保溫盒，因為很多疫苗需要維持在特定的溫度，否則就會失效。那我們就從零開始，自己設計電路板，用 Arduino 寫程式控制溫度，要做外殼，做顯示螢幕。那個 moment 我突然懂了。這個才是工程師要做的事情，不是考試考多少分，不是背公式，而是要把東西真的做出來。這時候就會想起那種我真的做到了的感覺，這種感覺是花多少錢都買不到的。那從那之後，我就迷上了手做的 project， 也是那個時候開始加了很多社團，火箭啊、賽車啊、戰鬥機器人社團等等。所以你看到以前那麼多奇奇怪怪的影片，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啟蒙的。有興趣的話，可以去看另外一支留學的影片。然後疫情來了，我回到台灣開始上網課，聽起來很爽，對吧？在家上課，然後時間自由，錯，大錯特錯。那學期我選了一門課叫做 EC444 智慧互聯系統。這門課要求我們每2週做一個 team project， 硬體加軟體整合的那一種。每週也有個人的作業，幫你打好團體項目的一些基礎。樹莓派、感測器、伺服器、socket 通訊全部都要會，大部分還都要自己摸索。重點是我在台灣，我的隊友在 Boston， 我們要一起做 project， 意思是我要配合他的時間，常常半夜3點還在開會 debug。有一次我們要整合兩邊做的部分，結果怎麼測都不 work， 我們就這樣開着 Zoom， 從晚上11點弄到早上6點。當太陽升起的時候，我看着窗外，心想我真的是自己找罪受。但當東西真的終於運作的時候，我真的感動了，那種成就感無價，跟組員也有了革命的情感。其實這個課真的幫我打了很多的基礎，也幫我最後找到了德州儀器的工作。我中間也有上了很多跟專業無關的課，因為外國大學講求要多元學習和接觸，你才知道喜歡什麼。所以要從中挑你想上的課，讓我快速帶過一些很扯的課，像20世紀的建築啊，完全忘光光。寫作課主題還是漫畫，對，我整學期都在讀漫畫，然後還要自己畫漫畫。那還有一些高階課，更精更應用的主題，比如說像網絡安全，
最像駭客的課。我學會了 SSL stripping， 可以在公共的 WiFi 偷別人的賬號密碼。當然，這個只是實驗環境，別誤會，我沒犯法。還有像高性能計算，要在 CPU 和 GPU 上測演算法的速度比較之類的，這些課都要寫成一個文獻 paper。還有一堂超詭異，軟體工程，期末的 project 要用 Java 做一個 Android 的 app。問題是我們課堂上根本沒有教 Java， 全部都是教 C++。幹，教授就是要逼你自學。我那個時候真的很問號，但你知道嗎？現在回想起來，那門課教會了我最重要的一個技能，就是自學能力。工作之後你會發現，沒有人會手把手的教你，公司給你一個任務，你要自己想辦法做出來。那當然還有很多課，但這麼多課加上我自己在國外獨立生活，其實扎扎實實的訓練了我自己，還要安排自己的人生，包含在疫情期間，我暑假也沒辦法做什麼事，所以在台灣就決定多上一個輔修統計，利用暑假的時間把很多專業課給上完，也讓我自己知道每一個時間點到底應該要做什麼事，比如什麼時候要該準備面試，什麼時候該投履歷找工作，怎麼辦 OPT， 在美國考駕照啊，所有的資料和攻略都是我自己獨立完成。那有興趣我都可以慢慢的分享給大家。在大四的時候，由於我前3年有效率的完成專業課和輔修的，所以讓我在大四的每一個學期都只有3節課而已。那這個時候就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在社交，體驗國外的生活，摸索以前我從來沒有碰過的領域，比如說像衣服啊、滑雪啊、時尚啊、探店啊、拍影片，也是那個時候第一次冒出來的想法。那從那之後就收到了德州儀器的 offer 之後，就開始自己獨立的找房、家具、車子等等，準備搬家到休斯頓。每一項又是新的挑戰。找房又要看契約，家具怎麼安排到家，車子殺價到簽約保險都要自己摸索。這中間在工作期間，大家聽到最多的話就是你現在學的在工作職場上根本都用不到，對吧？但我要說的是，這句話只對了一半。沒錯，我在大學學的那些微分方程啊、電路理論啊、演算法，可能90%在工作上真的用不到。我現在也不會去用手算放大器電路，然後也不會要你自己焊電路板，有時候還是會焊一下了。但你知道嗎？大學從來教的就不只是知識本身，他教你的是當你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問題時，怎麼去拆解它，怎麼去找資源，怎麼在 deadline 前把它做出來。就像那門軟體工程的課，教授沒教 Java， 就要你做 Android app， 逼你自學。當時覺得很幹，但現在工作上遇到新技術，我就知道該怎麼辦，去看文獻，去找教學，去試錯，去問人。還有那門智慧互聯系統，半夜3點還在 debug， 最後終於讓東西 work 的經驗。其實找工作的時候，面試就是在展現這些能力，他們想看到的也是這種能力。現在工作遇到 bug， 我其實就不會太緊張，因為我知道只要堅持下去，一定會找到解法。那更重要的是，大學教會了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。當你做過一個從零到有的 project， 當你熬夜寫完一整篇 paper， 當你通過那些地獄考試，你就會知道，只要我願意，沒有什麼做不到。這種信心才是最值錢的。所以，1000萬到底值不值得？如果你問我拿1000萬去投資或者是創業會不會更好？可能會，但留學給我的不只是技術和知識，是那種被逼到絕境，然後發現自己做得到的經驗，是在異國他鄉半夜3點還在跟隊友奮戰的革命情感，是做一個產品看着它真的能運作時那種我是工程師的驕傲，還有沒學過的東西也能自己摸索到的能力，能夠自己獨立生活、管理自己大小事的方法。這種東西用錢買不到。但老實說，如果你沒有明確的目標，或者是只是混一張文憑的話，那就真的不用花這個錢。留學很貴，也很辛苦，但如果你準備好了，它會改變你。留學完，我也在一家很好的公司工作，做我喜歡的事情，這些都是你那4年打下來的基礎。那工作方面，我就可以未來再做另外一支影片，所以我的答案是值得。
但前提是你要真的去學，而不只是去玩。好啦，這就是我4年1000萬的故事。如果你想要知道任何我留學或者是工作的經驗，記得留言告訴我。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，也歡迎追蹤我的IG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